compare and contrast to some of those athletes, and I won't even dignify them by giving them a name, that train in America, that live in America, that were born in America, who have enjoyed the freedoms that America has given them, and then they don't even have the respect for the country in which has given them so much to represent that country. I wonder why. I can think of about 20 million reasons why. But I noticed at the end, that person didn't get on a plane and go back to that communist country. They came back to the free country, the US of A, who is the best country in the world to give them that opportunity. And just compare and contrast with what we saw with the men's hockey team. They are proud to be an American, and they showed it, and they left everything on the ice. So congratulations to all the American athletes who trained here and have pride in their country. 大家好，我是大王，我是小王。刚才大家看到的这段视频是美国一个女政客对谷爱凌的一个公开评论。不止这位女政客呀，还有美国副总统万斯也公开对谷爱凌代表中国参赛发表了一个阴阳性的评论。那你看，一个让美国二当家亲自下场开怼的运动员，同时又让中国现在有不少网友也骂他是挂羊头卖狗肉，这种两头不讨好的处境，其实本身就很说明问题。今天我看这个微博热搜有一条，那就是说谷爱凌在美国遭受网暴啊，可以说真是两头不讨好。所以这位刚刚在本届冬奥会上拿下1金2银3块奖牌的谷爱凌啊，现在站在领奖台上的时候，她接受的不只是掌声，还有来自2个国家的网络暴力，同时就砸过来了。这种场面其实也挺罕见的哈。今天我们就来客观理性的聊聊谷爱凌这个人到底应该怎么看。咱先说结论啊，谷爱凌有没有权利代表中国参赛？肯定有，而且这完全是合法的个人选择。没错。说到运动员跨国代表另一个国家参赛，很多人就会想到乒乓球运动员何之力。当年他是中国国家队的选手，因为让球风波，最后一怒之下去了日本，加入日本国籍，改名小山之力，代表日本参赛，然后又在亚运会上啊也获得了金牌，还击败了当时风头无两的邓亚萍，结果啊，他被骂的是体无完肤啊。但你注意另一个细节啊，小山智利啊，他是日本国籍，没有任何双重国籍的疑问。争论呢，反而主要来自于他这种背叛的这种情绪色彩哈。然后再来看看现在的另外一位日本选手张本智和，他父亲是中国人哈，他自己呢就是在日本出生长大，他代表日本打乒乓球，几乎没人骂他啊，虽然他是华人。因为逻辑很清晰啊，他就是个日本人。那谷爱凌呢？他选择代表中国参赛，背后的逻辑也非常清晰，就是商业价值。这也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是的，而且都是成年人嘛。对，如果他代表美国参赛，他就是美国一个拿冬奥金牌的滑雪选手啊。对，受关注程度有限，代言资源非常有限。对，但代表中国。那他就变成了一个现象级的人物，代言满天飞，曝光度是天花板级别，对，迅速蹿红了，全球女运动员收入排行第2，比超过了郑钦文。那这个选择逻辑换任何一个正常人来想，那都能理解啊。你可以做一个实验，就假设啊，改革开放以前，那有一个天赋极高的中国运动员能拿奥运金牌。那个时候中国国力弱嘛，既没有高额奖金，也没有商业代言。那如果这个人加入美国国籍，代表美国参赛，能获得丰厚回报，你觉得他会怎么选？同样道理啊。那如果你是谷爱凌，你怎么选？所以说啊，他代表中国参赛这个事儿，本身我觉得他不需要有任何的心理负担，这是他作为个人维护自身利益完全正当的一种选择，追求更好的物质回报，没什么可指责的。没错。但是这个问题还有另外一面，我们下面来聊聊哈，就说他代表中国参赛是否符合体育精神？这是一个和有没有权利完全不同的问题啊。我们来横向比较一下，你看 NBA 里面有很多外籍球员，比如文班亚马是法国人，施罗德呢是德国人，亚历山大是加拿大人，他们长期在美国打球并且生活，因为这个 NBA 的赛季很长嘛，他只能在美国生活。但奥运会上他们是代表自己的出生的长大的国家来参加比赛，这就没有任何的争议啊，没有人叫他们什么两面人。为什么呢？
啊，因为他们在哪里出生，在哪里成长，代表哪个国家，这3件事啊是一致的，逻辑是自洽的。但是 NBA 的球员肯定也有加入美国国籍的吧？有加入的，那就代表美国来参赛嘛，因为他对加入国籍之后又生活在美国呀。对啊，这跟谷爱凌又不一样，谷爱凌是现在他加入中国国籍，但是他长期在美国生活啊。所以综合来看，这个谷爱凌的情况跟这些 NBA 球员他就不一样。他在美国出生长大，平时也生活在美国。除了参加国际比赛的那一小段时间，他和中国人这个身份的连接其实是相当稀薄的。你再做一个对比，同样是这次冬奥会花样滑冰运动员刘美贤，他也是华裔，他代表美国拿了金牌，没有任何的争议啊。中国网友呢不仅没有攻击他，反而纷纷祝贺他哈，因为他没有花中国纳税人的1分钱，他的金牌就是他个人的荣耀，代表的也是他出生长大的美国，所以所有人几乎都觉得这是顺理成章的。不少华人同胞也感觉与有荣焉，觉得他证明了华裔在体育竞技上呢是有天赋的。其实这个对比就很说明问题了，就说吧，你评估一个运动员是否适合代表某个国家参赛，不应该只看他注册了什么国籍，应该综合看3件事儿。就第一，在哪里出生长大；第二，现在主要生活在哪里；然后第3就是加入了哪个国籍。这3个维度，你最起码得满足2个才说得过去吧？你就拿温班亚马来说，他出生长大在法国，现在在美国工作打球，长期生活在美国，然后他又代表法国参赛，那出生地和成长地这2条对上没有问题。但如果一个人，他既不在 A 国出生长大，又不在 A 国生活，就只是在参赛期间挂一个 A 国的名，这符合体育精神吗？把这个逻辑推到极端来说，假如有一个富得流油的国家，他们把全世界有金牌潜力的运动员全都买过来，然后就让他们加入本国国籍，参加奥运会的时候，然后挂上自己国家的名字，比赛完了大家各回各家该干嘛干嘛。那你觉得这金牌还有啥意义啊？这本身已经不是体育竞技了，对不对？就变成了一个财力的比拼了嘛。那这个逻辑放在冷战时期也同样成立啊。当年美苏争霸的时候，在体育领域也是打得非常激烈。如果美国那个时候把苏联所有有潜力的运动员都买过来，让他们以美国人的身份参加奥运会，比赛完了，然后这些人又回苏联生活，那奥运会的金牌之争还有啥看头？那就不是体育精神，那就是金钱的游戏啊。所以谷爱凌代表中国参赛，她肯定是有这个权利的但这件事儿本身是否符合体育精神，那就是另一回事了。哎呀，接下来就要谈谈这个谷爱凌的疑似双重国籍的问题，这是整件事儿里让很多中国人最不舒服的那一块哈。就很多质疑谷爱凌的人，并不是说质疑她的滑雪天赋她的颜值那都不是的哈，因为她既有才华，那是货真价实的，颜值也非常高哈，然后也非常自信，也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女运动员，这是毫无疑问的。那这些质疑她的人，核心的问题就在于她是否享有了14亿普通中国人享受不到的双重国籍特权。大家知道哈，中国是不承认双重国籍的，这意味着理论上，如果谷爱凌加入中国国籍，她就得放弃美国国籍。但谷爱凌的情况多年来一直是一个谜呀，她从来就不拿出任何放弃美国国籍的任何证明对，就每一次都没有什么正面的、清晰的回应，就感觉刻意绕开了这个。然后他又说了一个很著名的一句话嘛，就是说在中国是中国人，在美国是美国人。那你想，如果一个没有美国国籍的人，他会随随便便说那在美国他就是美国人吗？我觉得一般人不会有这个逻辑，是不是？所以这件事儿每隔4年就会随着奥运会被重新翻出来讨论一遍，每次都没有一个正面的清晰的回应。那如果谷爱凌代表的，假如说是日本、英国或者美国这些本来就承认双重国籍的国家，那这个争议它也根本就不会存在。但它代表的恰恰是明确规定不承认双重国籍的中国，而他又一直没有拿出放弃美国国籍的证明，这个空白本身就让人觉得吧，很多人就认为他是在享受一种普通人不可能有的特殊待遇那作为这个大家公认的双商极高的谷爱凌，在遇到这么多质疑的时候，我觉得不会想不到这点，说要把自己放弃美国国籍的证明给拿出来给大家展示一下吗？这不就一下子所有的谣言不攻自破了吗？但他偏偏就不去这么做其实你看中国国内很多人对特权已经习以为常，甚至不敢讨论嘛。但谷爱凌她是一个外来者，
一个外界普遍在认知里面认为他里里外外都是美国人的人，突然享受这种特殊待遇，而且每4年就让大家重新目睹一次，非常刺眼啊！这当然会让很多人不舒服。然后美国这边啊，也有网友扒出这届冬奥会里面说，在美国出生却代表其他国家参赛的运动员名单里，其实一共有8位啊，不只是谷爱凌这一位。但美国副总统万斯就偏偏单独点名谷爱凌，拿谷爱凌说事儿。你说这里面有没有专门针对中国的成分？所以谷爱凌所以双商极高啊，他马上就抓住这个问题了，就怼万斯。他那话说的啊，挺漂亮的，就先说哈，我受宠若惊，谢谢你 JD， 真是贴心。然后就把水呢往政治上引去了，说自己感觉啊是某些美国政治力量的出气包。他最后总结啊，就是说这些人为啥只对他有意见，就是因为讨厌中国啊。他说他饱受批评，又是因为他赢了。如果他表现的不好，那这些人就也不会这么在意。万斯现在是没有接话哈。谷爱凌这套话语说下来，很多中国网友为他点赞啊，说的不仅情商高，而且自信啊。那我相信他的接下来这个代言啊，又要拿到手软了。但是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这样一件事儿？谷爱凌敢怼美国副总统，甚至怼美国总统，我都不会觉得奇怪。但在中国，他可不会说这样的话，这可不是秘密，这是他的生存智慧。他清楚的知道谁可以得罪，谁绝对不能得罪。这种清醒，你说他是情商高也好，说他是明哲保身也好，但从另外一个角度看，他也在侧面回答一个问题：他究竟更像哪个国家的人？我们再来看看谷爱凌的奖牌对中国和普通的中国人真的有意义吗？这个问题也算是整个争议里最核心的之一啊，但往往却被大家忽略不谈。你看，一个从小到大在美国长大、受美国文化熏陶、长期生活在美国的人，拿了一块奥运金牌，贴上中国的标签，这块金牌对中国真正的体育发展，对普通的中国纳税人有什么实际意义？大家想一想，你给我讲一讲。那如果中国的这个训练资源、体育经费投入到谷爱凌身上，这笔钱谁出的？纳税人出的。但谷爱凌这个成长、教育、滑雪训练这个基础啊，虽然是他们家自己出的钱，那在美国完成的是吧？那最后呢，奖牌挂上了中国的标签，但是这个荣耀的受益者啊，首先咱得说，他肯定是谷爱凌本人的，其次啊，最后才轮到，如果说真轮得到的话，就是普通老百姓感受到一种体育荣誉感，这种荣誉感，大家觉得对于你的生活或者什么其他方面，你有任何意义没有？大家自己想一想。我就还是前面那个夸张的比喻，就是说一个假说极其有钱的国家，他把全世界所有有潜力的运动员全都砸钱买来，让他们参赛期间挂上本国国旗，金牌数量很好看，但是这个国家的整体的国民素质和体育水平真的全面提高了吗？答案显然是没有。我们前面看到谷爱凌用非常高的情商和智商回怼了美国副总统万斯啊，可以说赢得了很多中国网友的喝彩。但是口水战本身解决不了任何实质问题，要破除谷爱凌身上的这些争议，其实方法非常简单粗暴，拿出放弃美国国籍的证明，然后真的把相当一部分生活重心就放到中国来。之前在斯坦福上大学可能没有机会没有时间，那后面大学毕业了，那就是生活在中国。如果这2件事做到，99%的质疑声就会消失。其实谷爱凌她未来的生涯还非常长如果她用实际行动去展示自己和中国的真实连接，而不是每4年出现一次，拿完奖牌继续回美国生活或者是去欧洲那争议自然会小很多。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是刚才我看了一下谷爱凌的微博，她现在坐标是在意大利去庆祝她的胜利，而且大概率之后就会直接飞回美国了。你看叫飞回美国不是飞去美国。所以他大概率可能未来也不会这么做呀，所以这本身就是一个答案，只是呢，其实不需要他明面说出来，大家心里都清楚。但我觉得其实中国的网友也不用太纠结于这个人家到底有没有放弃美国国籍的问题。其实你想哪怕他没有加入中国国籍，咱就说他就是美国运动员，代表美国去参赛，只是因为他华裔的面孔，再加上他中文说的非常的溜，因为他的妈妈姥姥从小跟他说中文嘛。那中国肯定这么多公司，这么多大企业也会花重金请他做代言。那我给你举个例子，然后他得了金牌。花样滑冰的奥运金牌选手刘美贤，他花样滑冰是在全球更受关注的项目，但是刘美贤几乎没有在中国拿到代言，目前，而且他也不是
现在才获得一个国际性的奖牌，他之前也就已经获得了花样滑冰的很高的成就了。但你不得不承认，滑雪运动可比花样滑冰酷帅多了。你就说像 NBA 的林书豪，当时不是也是突然一下窜红了吗？但是我告诉你啊，林书豪在中国获得代言收入远没有谷爱凌多呀。你要知道，这个谷爱凌现在一年关代言方面收入来自于中国的，基本就是2000多万美元。林书豪可没有这个待遇，而且林书豪在巅峰时期，他那个林疯狂在全球的影响力可是远超谷爱凌的，他都没有拿到这么高的代言费用。最后啊，我们来得说啊，这谷爱凌的故事啊，本质上它其实就是一个人在2个国家之间做了最大化自身利益的一个选择，然后又不得不面对因为这个选择所要带来的争议和质疑的代价。你可以说他非常聪明，可以说他非常现实，他非常优秀，非常有才华，这是事实。这些评论呢也都能成立，唯一说不通的就是你既想拿到所有的利益，又想赢得双方所有人的赞誉，这从来就不可能发生。我想聪明如谷爱凌，她不可能想不到这一点，我相信她在未来也会慢慢接受这一点。好，本期就讲完了，下期再见。下期再见。